注意看，马修斯正准备给这位老哥开罚单，突然一辆摩托低空飞过，如同挑衅一般，在不败战神面前还敢这么嚣张，老哥这波只怕是有点烫。身为不败战神，又怎么会袖手旁观？放过了眼前这辆 SUV， 责任自然需要有人来承担。但最后究竟是他成功拿下老哥维护治安，还是人生得意须尽欢，提前下班？各位坐稳坐好，我们来好好欣赏一番。警灯一开，悠哉悠哉，赶快去拿纸，蹲下就开始。欢迎收看《最后的自由》，讲美国老哥最后的自由。就在刚刚，马修斯拿下了一辆在限速70英里道路上跑到91英里的 SUV， 可正当他想要开罚单之时，一辆摩托以更快的速度飞了过去。这叫被难题的 SUV 怎么肯服气？我跑91，他跑110，罚我不罚他是因为我跑得不够快吗？说来也有道理，不拿下这位摩托老哥，不败战神又如何服众？阿瑟还没起步时，老哥的车速就已经接近200，再加上折返跑和起步时间，老哥至少领先大几百米。但前提是他得用这个速度巡航。由于起步较晚，落后的比较多，阿瑟一边将时速提到了200公里每小时，一边悄悄地关掉了氛围灯，避免打草惊蛇。而这一招确实有效，追赶了1分钟后，终于在道路的右侧发现了一辆摩托。此时的他并没有刚才那般车速，所以还不能确认他是否就是刚才那位老哥，要么就是阿瑟认错了人，要么就是老哥没想到落后了如此之多的阿瑟居然还能跟上来。但他的车速和整体的颜色来看，应该是8、9不离10。而要想判断究竟是与否也挺简单，打开氛围灯看看结果就知道了。看着红蓝灯骤起，老哥的第一反应是放慢车速给阿瑟让行，可阿瑟的车速也随之越来越慢。当他多次回头观察，才终于确认，原来自己才是阿瑟的目标。既然如此，老哥也是直接摊牌补妆了，弯腰加油，一气呵成，利用摩托的爆发，瞬间就将阿瑟甩开。这恐怖的提速，让我们来看一下老哥的座驾。老哥所驾驶的是一辆铃木 GS-XR1000，这辆车搭载1000cc直列4缸发动机，最大马力178，100公里提速仅需2.9秒，最高车速可以达到恐怖的300公里每小时。虽说老哥的提速很快，可路上的 NPC 很多，加上马修斯始终守在内弯，当道奇充电器的速度提起来之后，居然将差距给控制住了，始终将老哥保持在视线范围之内不说，甚至还隐隐有着靠近的趋势。面对公升级摩托，居然还能表现得如此强势，这不败战神的称号果真不是白叫的。而就在这个匝道的尽头，马修斯发起了他的第一波进攻，这个掉头的幅度极大，老哥的车速根本压不过来弯，而马修斯从外侧开始入弯，可以更早的进入内侧，想趁这个机会将老哥截停，可老哥却强行从路肩上跳了过去，一波极限操作成功解除危机，顺着这条高速便开始了原路返回，两人也随之开启了第2个回合。如此精彩的拉扯，当然要换一部好的设备观看。最近在转转买了个2手的 iPhone 15 Pro Max， 体验还挺好的。其实我也就4000多预算，与其买普通新机，不如直接上2手 iPhone， 系统和体验都有提升，更有性价比。关键是转转的2手商品都有专属验机报告，平台上就能看到几十项检验结果，还有高清大图，感觉特别靠谱。支持7天无理由和1年保修，而且现在下单，春节期间也能正常发货，不用等，过年就能用上新装备。转转上其他数码也挺能打，3000多就能拿下 iPad Pro，3600多也能买个 MacBook Pro。现在点击评论区蓝链，还能领最高1000元优惠券。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两人的战力表。好，没有想到这位老哥已经半只脚踏入了6星的门槛，而他晋级赛的任务居然是摆脱不败战神马修斯。虽然摩托确实有着不小的属性加持，但这个任务依旧堪比地狱级难度。就好比这波本以为能用车流挡住阿瑟的去路，可马修斯只是借用了一下 VIP 车道，就轻松跟上了老哥的脚步。不愧是被称为不败战神的人物，确实是有着恐怖如斯的技术。看着右侧的 VIP 车道变宽，阿瑟再次进入内弯，相比较老哥在车流之中左突右窜，他的路线选择明显更加简单。由此可见，其丰富的经验果真是非同一般。此时道路左侧，一位 NPC 本来骑摩托骑得正开心，还以为他就是这条街上最靓的仔，可没想到老哥的车速竟快得惊人，甚至他身后还有氛围灯在追，瞬间就将 NPC 的光环给比了下去。眼看左侧的这条多行人车道没有 NPC， 老哥的车速比起刚才又快上了几分。这一阵爆发，一时间叫阿瑟居然还有些顶不住。如果不想想办法，不败战神的称号说不定今天就要终结了。马修斯见状，连忙呼叫队友支援。对战摩托本就不占优势，来两位队友前后夹击也无可厚非。老哥一直都在高速上飞奔，预判他的线路并不难。佐治亚州的高速巡逻队本身就布置在每一个高速的出入口，最近的两位队友已经做好了准备。或许是见闻色霸气傍身，老哥感应到了潜在的危险，在匝道处换了一条高速。马修斯却趁着这个机会立马就靠近了上来，听着后方传来轮胎摩擦的声音，老哥怎么都不会想到，这位阿瑟在弯道的造诣如此之高，更不会想到自己才刚换高速就有新的阿瑟加入进来。真不知道是马修斯的运气好，还是预判了老哥的预判，但不论是哪一种，都已经叫老哥感受到了阿瑟的强。
强大，也让他明白再不努力必将被阿萨拿下。于是趁着这条大直线开始了新的爆发。雷达显示老哥的车速最高一度突破了240公里每小时，这已经超出了道奇充电器的最高车速。对地形了如指掌的马修斯也是认真了起来，已经提前一步向右变道，去到了内弯。此时两人的对决已经开始了6分多钟，双方都已经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，可战况依旧焦灼，难分胜负。虽说对于马修斯来说，此刻还能看见尾灯就是占优，但老哥驾驶的是公升级摩托，爆发力非同一般，要是稍不留神，跟丢也就是几秒钟的事儿。就像此时前方车道有 NPC， 老哥早就凭借着灵活的机动性钻了过去，马修斯还在想该如何操作时，氛围灯立功 ，NPC 顶着实线在关键时刻让出了车道，虽然几乎没有被耽误，但前方车流密集，已然看不见老哥的尾灯。马修斯心中一惊，难不成不败战神要就此终结？但他手上的动作却并未停止，几个连续的丝滑超车下来，终于在右侧看见了老哥。支援的队友在前方等候多时，精疲力尽的老哥选择提前下高速，可就在进入匝道之后突生变故，弯道太急，老哥居然因为车速太快而冲出了道路。谁也没有想到，他居然在最有希望的时候出现了失误，至此晋级失败，被马修斯给当场抓住。经过调查，这位老哥名叫泰勒·埃弗里基，26岁。半个小时前，他刚刚参加完一场摩托比赛，由于取得了不错的成绩，他小酌了几杯。而在回家的路上时，还沉浸在刚才的比赛状态之中，所以没忍住和阿萨匹配了一把。只是实在没有想到，马修斯的实力竟然如此恐怖。最后，这位老哥将被指控逃离警察、超速、鲁莽驾驶和酒后驾驶等多样罪名。不过因为受伤和医院爆满的缘故，老哥并没被立刻抓捕，而是当场释放，等到开庭的时间再审判。至此，这位老哥晋级失败，马修斯成功保住不败战神的称号。回看马修斯的多场对决，这个称号的含金量之高，简直是难以想象。好了，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再次友情提醒各位，本视频为反面案例，请千万不要模仿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是最后的自由，我们有缘再会。